從沒見過這麼炸裂的木屋建造。男人為了讓妻子擁有一個溫馨的家，不惜砍下上百棵百年雲杉樹，花費2年半時間建造豪華木屋，一躍成為全村最靓的仔。隨着木屋洗封金底，室內装修正式開始。为了閣樓地板能與牆體完美契合，帕特掏出油锯，先在牆體四周鋸出凹槽，接着再把橫梁全給削了個平頭，然後就可以開始鋪設上木板了。鋪設的木板，帕特只是做了簡單的去皮和打磨，現在看起來的效果並不平整，畢竟後續還要安裝地暖管道和保溫材料。隨着冬季到來，屋外已經銀裝素裹，白雪皚皚，閣樓上也飄滿了雪花。眼下的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把閣樓兩邊形牆體進行密封，免去每天打掃積雪的尷尬。帕特先用木板制作出牆體的框架，同時還預留出2個大窗戶，讓閣樓得到充足的採光，而後才開始在外面釘上防水布和木板，對牆體進行密封。帕特之前已經設計好窗戶和門的位置，現在只需要重新測量，在牆體上畫出標記線，就可以掏出油鋸，放心大膽地開始對牆體切割。鋸開門窗的過程看起來就非常的解壓。開好口後，屋內瞬間敞亮通透。不過為了防止雨雪飄入屋內，得趕緊把玻璃窗給安裝到位。在安裝之前，還需要在窗框和門框兩邊開出卡槽，嵌入1根方木作為邊框，同時可以有效地固定牆體，防止原木發生位移。做好這一切後，定制好的門窗也終於到貨。由於窗戶都是按照尺寸定制，安裝起來也非常的簡單，帕特也只是在旁輔助打下手。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帕特開始將屋內雜物清理乾淨，開始進入水電的安裝環節。雖然帕特對於水電不太擅長，但在超能力的輔助下，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。專業人士都會把這些安排得井井有條。接着，帕特又請來工人開始對1樓地板填平。他們在混凝土中加入了一些特殊的材料，可以提高地板的保暖性。等到地板乾燥後，上面還要再安裝上地暖，畢竟這裡的冬天能達到零下幾十度，室內的取暖也非常的重要。最後再在上面鋪上一層地板磚，1樓的裝修也就大概完成了。由於閣樓的地板縫隙較多，這時好友尼克也前來幫忙。他們首先在縫隙中嵌入木板進行找平，接着在上面鋪上一層防水布，最後才開始鋪設隔熱棉。直到最後，我才發現，就連閣樓也澆上了混凝土，這真的是我見過用料最捨得的木屋，沒有之一。接着，他們開始安裝分隔閣樓的牆壁，首先利用方木搭建出牆體的框架，然後裡面再塞上保溫棉，最後再用木板進行密封。當然，最重要的屋頂的保溫工作也不能落下。他們先往頂部塞上2層厚厚的羊毛，外面再鋪上一層與牆體相同的保溫材料。隨着時間流逝，又是1年冬季到來，帕特的木屋建造也進入了收尾環節。在入住之前安裝一個溫暖的壁爐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只見帕特先在牆上開了個孔，然後開始安裝大煙囪。在安裝壁爐之前，很有必要砌上一堵防火牆，畢竟全實木的豪宅防火工作必須到位。而為了讓壁爐更加充滿藝術感，帕特還特意到山上撿了許多的石頭，打算後續用來裝飾。